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啊，千万别做任何跟钱有关的决定，哪怕强如巴菲特，也会因为争一口气交个天价学费。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今天我们来聊聊他在投资生涯初期做过最聪明的一笔交易和最愚蠢的一笔交易，而且这两件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上集说到，巴菲特因为裁员成了全镇公敌，差点被当地人举着家伙赶出去，所以他发誓再也不碰这种需要清算的烂摊子了。可是呢，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打脸来得太快，没过多久他就因为贪便宜又盯上了一个更大的坑。这个烟蒂股叫伯克希尔哈撒韦，是马萨诸塞州的一家纺织制造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名字，它是巴菲特的投资帝国。但在1962年，这就是一家连年亏损、快要发不出工资的破厂子，总部在新贝的福德。这地方当年靠着捕杀抹香鲸，一度是全美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可到了60年代，捕鲸业早黄了，北方的纺织业也被南方廉价的劳动力打得节节败退。公司现任总裁叫希伯里斯坦顿，这人出身捕鲸船长世家，哈佛毕业，是个骨子里透着傲慢的富二代。他就像个老封建一样，非要和时代对着干。别人都在收缩，他却一个劲儿地往厂里砸钱买机器，搞什么现代化。结果呢，1955年公司净资产还有约5300万美元，到了1964年就只剩约2200万了。9年下来，一半多的家底儿就这么亏没了。这个账面价值每股19美元多的股票，现在市场上只卖7块5。巴菲特一看，老毛病又犯了，这么便宜，不买简直对不起自己呀。不过他的算盘其实打得很精，总裁斯坦顿为了维持股价，时不时就会拿公司的钱回购一次股票。巴菲特打算悄悄在低位吸筹，等公司回购时再加价卖给他，白赚个差价走人。为了不走漏风声，巴菲特通过推利·布朗的霍华德·布朗来卖。这是他最喜欢的经纪商，因为那儿的人，尤其是布朗，嘴巴特别严。这家华尔街公司的办公室奇葩得像个老式理发店，而在一个跟壁橱差不多大小的隔间里，坐着一位你绝对想不到的隐藏大佬沃尔特·施洛斯。对，就是之前那个被巴菲特强行抢走风车股票的好哥们儿，也是当年在格雷厄姆公司打工时一起挤在没窗户小屋子里的老搭档。他把格雷厄姆那套投资法玩到了极致，抠门也是抠到了家。他平时就在推利·布朗租了一张办公桌，连房租都不交，是用交易佣金来抵的。每天的开销就是买份报纸、几支笔和坐地铁的几个硬币。可就是靠着这么省，他常年的回报率都超过了20%。但巴菲特就爱这种接地气的地方，他让布朗每天在电话里变着法儿的往下压价。没过多久，巴菲特手里就攒了一大把低价买来的伯克希尔股票。后来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决定亲自跑一趟新贝德福德，去会会那位高高在上的总裁。斯坦顿的办公室在顶层阁楼，要爬过一段又窄又长的楼梯，门口还有2道秘书把手。巴菲特走进去一看，好家伙，这屋子有5厅那么大，可总裁办公室对面连把客椅都没有放。那个意思很明显，就是平时他坐着，让别人站着听训。俩人在一张会议桌旁坐下，斯坦顿透过金丝眼镜盯着他问：巴菲特先生，如果我们要搞邀约收购，您打算什么价卖？巴菲特说11块5美元。斯坦顿问：你能保证按这个价卖给我们吗？巴菲特说：只要你们动作快，我保证。于是俩人握手成交。巴菲特美滋滋地回了奥马哈，心想：嘿，这差价赚得可真轻松。结果没过几天，正式的收购文件寄到了。他拆开一看，上面印着的收购价是11.375美元，比他们说好的整整少了12.5美分。就是这1毛钱的差价，瞬间踩爆了巴菲特的雷区。他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这个老混蛋，握完手居然还想黑掉我1%美金。巴菲特这辈子最恶心的就是别人不讲信用。他派人去交涉，但斯坦顿却很嚣张地回了一句：这是我的公司，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句话成了这个老头这辈子犯过的最大的错。巴菲特彻底上头了，做了一个非常意气用事的决定：老子不卖了，我不光不卖，还要在市场上接着买，把这家公司整个盘下来，他的库存、他的机器、他的每一个纺锤我全部都要，然后我要亲手把这个老混蛋踢出局。
可就在巴菲特杀红眼的时候，他的家庭却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刻。就在这段日子里，父亲霍华德的癌症到了晚期，而且已经扩散了。巴菲特这个人在财务数字面前比谁都清醒，可一到生老病死面前，他就怂得像只鸵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周，全靠苏珊在医院日夜陪护。为了让重病的爷爷高兴，他甚至带着3个孩子站到医院窗外，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爱你，爷爷”。而巴菲特呢，每天只是例行公事的去医院看一眼，然后迅速逃回办公室，拿交易麻痹自己。终于，那一天还是来了。1964年4月30号，霍华德·巴菲特去世，享年60岁。那天晚上，巴菲特走进厨房，脸上是孩子们从没见过的沮丧。他淡淡说了一句：“爷爷今天去世了。”然后就默默走出了后门。葬礼那天来了500多人悼念，巴菲特全程就坐在那儿，像块石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他拒绝表露任何悲伤，甚至还为了买棺材花太多钱，跟苏珊吵了一架。可他真的不难过吗？葬礼过去几周后，他两鬓的头发开始一把一把的掉。他把父亲的一幅半身画像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正对着每一个进门的客人。这幅画像一直挂到了今天。然后他就用没日没夜的工作硬扛着内心的崩溃。把他从这片情绪黑洞里拽出来的是一桩轰动华尔街的奇葩大案。有个叫安吉里斯的倒爷是做豆油生意的，除了卖油，他还会拿豆油做抵押，找银行借钱玩杠杆。但他发现了一个漏洞，压根儿没人能精确算出他仓库里到底有多少油。于是他在新泽西搞了一大堆巨型储油罐，里面全灌满海水，只在最上面飘薄薄一层真豆油。那油比水轻嘛，检察员从顶上拿尺子一量，看到的全是油。靠着这些假油罐，他骗出了一堆仓库收据，满世界去银行套现。而给这些收据做担保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国运通旗下的一家子公司。最夸张的时候，账面上登记的豆油比全美国1年的总产量还要多。后来这哥们儿去期货市场豪赌大豆油，赌输了，资金链一断，骗局再也抱不住了。最终，整桩骗局牵连了51家金融机构，针对美国运通的索赔高达约1.5亿美元。更巧的是，消息一曝光，正好撞上肯尼迪总统遇刺引发的股灾，美国运通的股价当场腰斩，华尔街都觉得这家100年老店要完蛋了。但这个时候，巴菲特脑子里响起了查理芒格的声音。芒格一直想把巴菲特从指定资产负债表的沉闷套路里拉出来，天天在他耳边念：“我喜欢好生意哦，你要找那种有持久竞争优势、有无形资产的好公司。”受这种影响，巴菲特这次就没有死盯那笔吓人的坏账了。他带上研究员跑出了办公室，他们站在奥马哈饭馆的收银台后面，一笔一笔地数，到底还有多少顾客在用美国运通的卡结账。他还跑去银行、旅行社看运通的旅行支票销量有没有下滑。跑了一圈，他发现一个出乎意料的现象：华尔街那边天都要塌了，可恐慌根本没传导到大街上。老百姓该下馆子下馆子，该旅游旅游，照样刷着运通的卡，用着他的旅行支票，根本没人在乎新泽西出了什么假油案。巴菲特一下就懂了，美国运通最值钱的不是账上的现金，也不是什么厂房设备，而是他在老百姓心里那块撕不掉的金字招牌。这就是芒格说的护城河。这个认知彻底颠覆了格雷厄姆只看有形资产的老教条。于是巴菲特果断下重注，前后投了约1300万美元，买下了美国运通约5%的股份。这一笔一度占到他合伙公司资产的40%。不仅如此他还干了件不按常理出牌的事儿，主动跑到美国运通 CEO 霍华德·克拉克的办公室，劝他说：“别跟银行打官司扯皮了，咱们干脆点，自掏腰包把损失赔了吧。比起这点账面亏损，企业的名声值钱多了。这笔账就当是一张分红支票，在邮寄的路上弄丢了，拉长看根本不算什么。”那事实证明他赌对了，美国运通痛快赔了6000万美元，保住了招牌，股价很快开始反弹，短短4年大涨了约150%。这一笔让巴菲特逆势狂赚上千万，这还是他头一回一口气赚到那么多钱，也标志着他的投资大脑完成了一次关键进化，从捡便宜的烟蒂儿转向买伟大的品牌。可另一边，那个因为1毛钱赌气接盘的烂摊子还得收尾。巴菲特暗中联络了斯坦顿的亲弟弟奥蒂斯·斯坦顿，这对兄弟早就闹掰了。奥蒂斯非常痛快地把手里的股票卖给了他。
1965年5月10号，伯克希尔召开董事会，傲慢的斯坦顿还不知道大难临头了，在会上宣布自己年底退休，准备让儿子接班。但是呢，又装模作样的补了句：“我已经不想在一个我说话不算数的机构里继续干下去了。”本来只是象征性的提个辞呈，指望大家挽留，没想到董事会顺坡下驴，当场同意。他儿子一看，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辞职了。父子俩就这么尴尬地走出了会议室，留下满屋子开心的董事。这时候媒体也来凑热闹了，当地报纸发了头条，说外部资本接管了伯克希尔，暗示巴菲特要关厂裁员，砸大家饭碗。那有了上次差点被全镇游行驱赶的血泪教训，巴菲特这次学乖了，立马对外承诺，公司照常经营，我绝不裁员。后来接受采访时，他还挺得意，觉得自己捡了个大漏，甚至还卖掉了父亲留下的农场，换成了伯克希尔的股票。可接手一查账，才发现通货膨胀加上南方的低价竞争，这厂子越干越亏。偏偏呢，自己又放话不关厂，连业务都停不掉。一个对潮流一窍不通的中年男人，硬管着一家西洋纺织厂，这画面怎么看怎么不协调。他费心折腾了好几年，才勉强做到不亏钱。至于利润，想都别想。巴菲特后来自己吐槽说，如果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伯克希尔哈撒韦，我现在的日子要好过很多。多年以后，他估算，就为了抠那12.5美分，大概让他损失了将近2000亿美元的潜在收益。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一次赌气消费了。那他手里捏着这么一个光烧钱不赚钱的坑货，他到底该怎么脱身呢？我们下集接着聊。